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聊剧看人生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你们的支持是胖妮更新的动力，感激不尽。人人都说曹琴墨聪明，有着九曲心肠，但是他有一句话却说的不对。宋之承宠之后，甄嬛问他，宋之可否成大器，姐姐可曾留心？曹琴墨回，宋之的确有几分小聪明，也颇有姿色，可他太畏惧华妃，太听话了。这句话说出了宋之的4个特点：小聪明、貌美、畏惧华妃、听话。其中前3个点说的都很对，唯有最后一条听话确实未必。相比于皇后身边的简秋、甄嬛身边的槿汐，甚至是安陵容身边的宝娟，宋之在聪明程度上是逊色的。皇后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简秋能宽慰到点子上；甄嬛迷茫的时候，槿汐能为她指点迷津；安陵容垂头丧气的时候，宝娟会给予她能量。而华妃每动气时，宋之口中念的永远是娘娘，你要当心自己的身子啊。除此之外，再也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了。当然，宋之的庸常与华妃的跋扈也有关系，因为华妃太过强势，听不得逆耳的话，容不下有才能的人，所以才选了宋之这样一个看起来乖顺听话的人做贴身婢女。然而宋之也不是一直都听话的。甄嬛失子，华妃被冷落了大半年之后，就曾有2次斥责宋之。一次是听闻宋之将华妃宫中的情况告诉了年羹尧，年羹尧意欲联合敦亲王助力华妃复宠。当时华妃斥道，本宫不是和你说了不要提本宫和皇上的事儿吗？哥哥再怎样也好，怎么又和敦亲王一起？就算哥哥曾受过敦亲王恩惠，也不应与他来往过密啊。另一次是皇上到华妃宫中，宋之端来洗手水，皇上刚提了句这水的味道和原来不一样了，宋之就抢了华妃的话，把洗手水的配方详细的告诉皇上，引得皇上注意。皇上离开之后，华妃心里不痛快，差点打了宋之。胖妮在前期的影片中提到过，华妃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，她发火动怒往往不是平白无故的。之所以华妃会在这2次怒斥宋之，实在是因为宋之的举动太过反常。宋之从小就伺候华妃，是华妃的陪嫁侍女，因此人们总是很自然的将她看成是华妃的人。但是当我们顺着华妃怒斥宋之的线索向下挖掘，就会发现宋之的这些反常举动并不是为了华妃，而是为了年羹尧。剧中华妃反复强调自己是年羹尧最宠爱的妹妹，从而给观众造成一种错觉，年羹尧的立场和华妃的立场总是一致的。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。华妃看重哥哥，也爱重皇上，她不想让哥哥过多参与进她和皇上之间的感情，只因为她有个隐忧，怕皇上对她好是因为哥哥的关系，也怕哥哥的举动使皇上感到被胁迫，从而不爱他。所以华妃吩咐宋之不要把宫中的事情都对年羹尧说。但年羹尧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，他要掌握宫中动静，才能更好地谋定在前朝的举动，因此他恨不得能拿到皇上和华妃之间所有的信息。宋之作为宫里宫外互通有无的关键人物，显然站在了年羹尧一边，没能为华妃保密。而翊坤宫洗手水一事，宋之的举动就更离谱了。作为一个平日里在华妃身边大气都不敢出的听话的宫女，事发当天，宋之突然像吃错了药一样，敢打断华妃的话，在皇上面前讨巧，他哪来的胆子？宋之的反常让我们不得不怀疑，他能承宠很可能是年羹尧的意思。如果年羹尧真有心要挟柚子而废皇上，他总得先有一个柚子才行啊。华妃自打上次小产之后再也没有过身孕，年羹尧派陈大夫到宫中给华妃诊病，补药开了一大堆，还是全无效果。非但如此，为着甄嬛小产的事儿，皇上冷落了华妃半年之久，这些都让年羹尧感受到了这个妹妹的不给力。与其将获得幼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华妃身上，还不如让宋之上位，替华妃分担获得恩宠和怀孕生子的压力。如果宋之真的有幸生下一个男孩，将其抚养在华妃名下，那么年氏一族大业可成。当然，
年羹尧的这些想法是不能直接告诉华妃的，因为在这一问题上，兄妹二人想法同样不一致。对于年羹尧来说，华妃最应该从皇上那得到的是荣宠和信任。如果华妃能生一个孩子，那么这个孩子是助力年氏一族大业的工具人。但对于华妃来说，她最想从皇上那里得到的是爱情。她之所以求子若渴，除了想有一个终身依靠之外，更想要一个和皇上的爱情结晶。年羹尧需要宋之助力华妃，但对华妃来说，她不想任何人分自己的恩宠，宋之也不行。年羹尧被处死，华妃降为年答应之后，只有宋之陪着华妃。剧中有一个场景，华妃为哥哥烧纸钱，摸着宋之的脸，感慨万千。那么，宋之没离开华妃，真的是因为忠心吗？胖妮看未必。首先，这件事并不是由宋之说了算。周宁海倒想陪着华妃呢，却被皇上下令杖毙了。翊坤宫就算也有别的奴才，还想继续跟着华妃，但也不得不听从内务府统一分配。华妃身边只能有宋之一人陪伴，这是皇上下的命令。此时，就算宋之不想留下来，也不能抗旨啊。其次，跟着华妃是最优选项。宋之得皇上宠爱时，趾高气扬，得罪了很多妃嫔。甄嬛当日失宠，贵为嫔位，尚且被富察贵人和齐妃堵住扇耳光，罚跪。宋之一个小小的答应，落魄后还有他的好果子吃吗？跟着华妃就不同了。年届虽然荣光不在，但华妃将门之女的气势还在，和皇上之间的余情也在。有华妃的庇佑，宋之才不至于被人践踏欺辱。主子得宠时你不一定沾光，主子落魄时你一定会受到欺凌。所以宋之在华妃生前一直追随她，到底是趋利还是忠心，真的很难说。每个人都首先是他自己，其次才有余力去扮演别的角色。表面看来温顺听话的宋之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其他人呢？甄嬛明白这一点，因此她善于成全别人，用以交换别人对自己的成全。而华妃眼中只看得到自己的需求，连亲哥哥最想要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才给了哥哥安插宋之在他身边的机会，使他浑然不明，至死蒙昧。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，家族利益才是爱情的坟墓。当家族利益和爱情互相绑定的时候，爱情就越来越不单纯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